韩立盯着身前的巨鼎，脸色阴沉起来，嘴唇紧闭。虽然不知道经文上说的些许威能到底有什么，可韩立对此并不抱有多大的希望。默默地在原地回想了一会儿，韩立叹了一口气，还是打算先参悟下此鼎通宝诀第一层功法再说。即使只有第一层功法，也可先将虚天鼎封印体内，先陪练再说。心中这么想着，韩立袍袖一拂，一顿青光顿时涌出，将巨鼎席卷在了其内。霞光中的巨鼎迅速缩小，刹那间恢复了当初的大小。一伸手将小鼎抓在了手中，然后灵光一闪，小鼎被其收进了储物袋中。做完这些后，韩立再次盘膝坐下，缓缓闭上双目，脑中神识浮现出了通宝诀第一层的法诀，默默地参悟起来。这功法并不复杂，韩立估计顶多月许就可完全参悟成功。倒是虚天鼎陪练灵性时间长短，经文上可没有说，也许1年半载，也许10年8年。好在通宝诀也是自行运转，只要将通天灵宝封印体内，就可让神识自行影响其灵性。2个月后，韩立从闭关室走了出来。参悟通宝诀的时间比他想象的还要快得多，仅仅20余天就参悟透彻，将那虚天鼎顺利地封印在体内。而剩下的时间也利用诚信老者送来的材料和昔年在虚天鼎中得到的一些傀儡残骸，炼制出了一只元婴级傀儡。这倒不是韩立材料只能够炼制一只出来，而是元婴级傀儡失败率实在高得出奇，原本可以炼制3、4只的材料，竟然只成功1只，这让韩立心中大为遗憾，一时又深感头痛。不用问，大眼神君要炼制的傀儡肯定比这傀儡更加高级复杂，那成功率岂不低得更加可怜？难道原先准备的材料还要再翻数倍不成？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在他稍一提此事，大眼神君倒也得意洋洋解释了一番，说这种炼制之法是他亲自炼制出来的，在他指点下，成功率根本不用考虑，甚至是不会失败。真要炼制失败，多半就是这种傀儡的炼制之法还有缺陷才对，不会让韩立再多准备材料。听到这里，韩立才松了一口气。现在出了密室后，他先去禁地看了一下南宫婉，查看下家人的解咒情况，又回到洞府，花了数日时间炼制了一批对结丹大有用处的丹药出来，给穆佩玲送了过去。然后韩立就向程吕二人告辞，去赴那至阳上人之约。诚信老者和吕洛虽然正是接收资源灵矿等事情忙碌之极，但一听此事，仍将韩立一直送出了云梦山脉才算罢休，这倒让韩立心中沈然一笑。离开了落云宗，韩立化为了一道惊鸿，一路向北飞遁而去。七灵海就在西国北边的无边海中，据说只要到了海边，就只有1日的路程可看见那大漩涡和7座灵岛。而以韩立现在的可怖修为，即使未用全力而为，遁速也惊人之极。7日后，韩立就出现在了海面之上，还未曾发现那所谓的7灵岛，就已经感受到了附近海域的惊人变化。原本浑浊无比的海水，虽然还是算不上什么清澈，但已经有了几分蔚蓝的样子。神识一扫之下，海中也出现了一些小鱼小虾的海中生物，原本应该存在的那几种凶猛的海兽丝毫不见踪影。附近的灵气也比当初是天壤之别，看来传闻还真是一点不虚。再过了大半日后，韩立终于赶到，在非常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灵气源头，明显张扬之极。而这股巨大灵源的附近尚有7个小些的灵气波动，看来就是所谓的7灵岛。韩立好奇心大起，遁速不觉快了3分。当隐隐在海上看到一个黑点时，前方却出现了一小队修士，约有6、7人，其中大都是筑基期，为首一人是结丹期，竟是一名有几分姿色的宫装妇人。
韩立没有掩饰自己的行迹，这一对迎面而来的修士自然一眼看见了韩立，并且直接迎了上来。参见前辈，晚辈合欢宗门下弟子，奉命几位前辈之命封锁此处海域，不知前辈到此有何贵干，能否让晚辈通禀一下？封锁？看来至阳道友倒是没有虚言，这里还真是出了问题。阁下莫非是落云宗的韩立前辈？宫庄妇人在偷眼观察了韩立几眼，一愣之后，忽然谨慎地出声问道：“不错，正是韩某。我应至阳上人之邀到此，是否还要通禀一声才能过去？”韩立如今在天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些修士一惊之后，纷纷面露敬畏之色。若是韩前辈的话，自然无需通禀了。赤阳前辈早就吩咐过了，前辈一到就可放行的。晚辈这就带前辈前往灵龟岛去。宫庄女子异常恭谨，不敢有丝毫怠慢。韩立点了点头，面无表情的不再说些什么。而宫庄妇人则是冲身后的修士吩咐了几句，就引着韩立向后飞遁而去。远处黑点渐渐变大，果然是一座面积不大的小岛，大概有20-30平方公里的样子。韩前辈，这是我们合欢宗占据的灵凤岛，太真门所在灵龟岛就在相邻的另一处。妇人似乎知道韩立第一次来到此地，小心地解释。韩立向妇人所说的方向看了一眼，大概距离太远，一时并未发现另一座岛屿，但是另一方向上那个巨大的灵泉处，其惊人的灵力波动却更加清晰。灵气如此之强，绝对就是传闻中喷吐大量灵气的漩涡所在。韩立心中思量着，跟着宫庄妇人继续朝着远处飞遁。当看到那所谓的灵龟岛时，已然是1个多时辰之后的事情。此岛比先前合欢宗占据的灵凤岛还要略大上一些，从上面看去，轮廓还真有几分像是灵龟。在接近小岛前，妇人已经发出了传音符，故而韩立二人刚一飞至海边，就有一道白光从岛上迎了过来。是至阳道友吗？道友亲自前来相迎，韩某愧不敢当。韩道友是守信之人，贫道自然应当远迎了。至阳上人见到韩立似乎很高兴，同样朗朗传声而来，然后白光飞至了韩立身前10余丈处，光华一脸显出了道士的身影。韩立微微一笑，冲对面拱了拱手：“道友先跟我到洞府一聚，我已经通知了魏无涯道友，而合欢那老怪物正有要事在身，就无法分身来此了。”也好，就依道友之言。韩立并没有反对的意思，当即二人立刻向岛上飞去。在途中，韩立用神识扫视了一下全岛，结果眉头不经意地皱了一下。岛上的确有一条极佳的小灵脉，10余里大小的样子。岛上修士不多，但个个修为极高，反而没有韩立预料中的低阶修士出现在海岛上，这让韩立心中有些疑惑。没有多久，韩立在道士的带领下进入了一座新开辟不久的洞府中。此洞府设有一座不起眼的石山，倒也巨大整洁。韩立随至阳上人到了一间大厅后，同时落座，自有2名道童送上灵茶。韩立品了一口，就和至阳上人轻声交谈起来。这位3大修士之一的老道似乎现在不想提及韩立到此的原因，反而不慌不忙地给韩立介绍起附近海域的一些情况，占据七灵岛宗门的一些情况，颇有些旁观他顾的样子。看来在魏无涯到来前，这位都不打算透露一丝消息给韩立。韩立心中有所不快，但面上却故作不知，同样和至阳上人看似随意的闲聊。但仅仅在一顿饭功夫后，魏无涯就同样到了洞府之外，然后在道士的相迎下，身影也出现在了大厅中。和韩立一见面后，自然又是一番客套。从表面上看起来，魏无涯皮肤晶莹，面色红润，似乎恢复了坠魔谷一战中的元气大损，看来元气充沛异常的样子。这让韩立心中暗暗称奇。据他所知，上一次坠魔谷大战，
这位魏大修士真元亏损的可不是一丁半点，如此缩短时间就能彻底恢复的元气，看来灵丹妙药可服用了不少。魏无涯倒也干净利索，刚一落座就开口问道：智阳兄将情况和韩道友说了一些吗？自然没有，这等事情还是我们3人中有2人在场的情况下说出来更好一些。既然魏兄来了，不如就由魏兄告诉韩道友此事吧，贫道在一旁补充就行了。也好，由魏某来说也行，此事可不能再拖下去，否则疑惑不小。疑惑不小？韩道友，魏某就长话短说，说起来这件事情还和那蛊魔有关。那蛊魔不是重伤远遁了吗？话是如此没错，可是道友不觉得大漩涡出现的时机太巧了吗？几乎是那边蛊魔刚被我们赶走，这边无边海就出现了这种异象，而且我们还在漩涡附近发现了一些确凿的证据。韩道友应该知道，那蛊魔最后被围剿的一段时期，曾经到处屠戮过一些修仙家族和小宗门。我们3人后来发现，这些家族宗门竟然都是那些藏有魔气和传闻中可能拥有魔气的势力，其中真有3件魔气被蛊魔收了去。而在这大漩涡附近的一处隐秘地方，就发现了其中1件失踪魔气的残骸，仿佛承受了巨大的威能而直接被毁的样子。所以我怀疑那蛊魔先是跑来无边海做了什么手脚，然后才被我们角魔族在其他地方困住，被击成重伤逃离天南。那这个莫名漩涡出现是不是有什么不妥？否则就算是蛊魔动了什么手脚，3位道友也不会这般郑重其事。韩兄这话算是问对了，若是这漩涡只是往外喷吐灵气和浮出7座小岛来，我们3人又怎会在意此事？关键问题是，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大漩涡竟然是不知道多少年前的一个巨大封印大阵的阵眼所在，这7座灵岛竟然也只是此阵的一部分而已。道友应该知道其中的严重了吧？封印法阵？这要封印什么？竟然要如此巨型的法阵？韩立终于面色惊变，有些骇然起来。虽然他不知道这个法阵到底有多大，但只要一想想7座岛屿间的庞大距离，就可想象此法阵的巨大。这件事也是我想知道的，但是我根本毫无头绪。但被封印之物肯定和上古魔界与蛊魔有关，这件事情还要请智阳兄说一下了。毕竟当日是智阳兄潜到漩涡的底层，看到那里的情形。贫道有什么好说的？你们2人后来不也见到了？这巨大的漩涡底部其实是深不可测的7无边魔气，具体有多深根本无法探查清楚，全靠漩涡中的万丈精气灵气镇压着，这才没有冲出大阵。但万一爆发而出，肯定对我们天南是一场大劫，整个天南的天地灵气都会立刻改变，甚至我都怀疑无边海以前就是这般恐怖的模样，说不定就和这海底的这些魔气有关呢。